我和我的女朋友认识有将近1年吧。我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有了一些工作，对她有一些隐瞒。有一次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然后是去我家，当时我就在给一个模特画人体彩绘，她当时看到了这一幕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摔门就走。她一直就是不听我的这个解释，两个人就这样，吵吵闹闹有好长时间。完之后再给她打电话，也不怎么接我的电话。我去找过她身边的朋友，才得知她去了杭州。我想通过这个节目，让她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让一对情侣之间出现这么大的冲突呢？来，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牛26岁，来自河南，他的职业是不告诉你。女主人公小赵也是来自河南，她的职业是一位化妆师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他到底是什么职业让你那么反感？你让他自己说吧。那个职业那么丢人吗？我就特别想听你说，什么职业？人体彩绘。我是一名彩绘师。为什么这个职业不行？但是我对他隐瞒了我的工作事实。当时我告诉他的时候，我做空间软装饰，画墙体彩绘啊，没有告诉他我做人体彩绘这事儿啊。那你们俩谈了多久了？将近1年。他是什么时候发现你隐瞒他职业这个事儿的？大概就是2、3个月之前，我的就是工作笔记，然后是被他发现了。这个有什么？为什么不行呢？他的工作就是对一些女人画一些画之类的。啊。他说那是艺术，但是我接受不了。你了解过人体彩绘吗？我了解呀。你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？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透彻。对呀，那你得了解，你了解的不透彻，你干嘛跟人较劲呢？跟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吧。人体彩绘起源于就是非洲土著，然后来美国那边发展开的，也就是用植物的颜料在模特柔美的身躯上书画着一些美的那种东西。啊，他为什么不同意你干这事儿？因为我对他隐瞒了。这个工作怎么说呢？可能大多数人不了解，不被接受。我害怕给他说的情况下，我连给他交往机会都没有了。你见过他工作吗？见过1次，是我瞒着他去的。你瞒着他去哪儿？他家里。我看到就是一个女孩就没穿衣服，他们俩在一块。什么叫没穿衣服？本来就没穿衣服。人家是就是上半身没穿衣服。那有什么区别吗？我只是在他身上画画，我只是在搞创作。那我看着恶心。我觉得就算你在工作，你没必要把它带到家里面去啊。这个也是我特想问的，为什么带到家里画呀？因为我平常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商演性一些表演，只是在一个就是局限的空间下，我画的东西不能就是说是完全的施展开。所以说我有时间的情况下，我想就是做一些彩绘的创作，完之后拍成照片，在以后的一种生涯当中，我想做个人展。哦，为个展做准备是吧？对，除了在意他这个职业之外，对这个小伙子还有其他的不满意吗？他从一开始就拿着谎言跟我在一块儿，我觉得他完全。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。这不是善意的谎言。你既然知道我可能不会接受，那你干嘛还要骗我，还要跟我在一块儿？不要再打我电话了，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让你理解我。我理解不了，我家人理解不了，我朋友更理解不了。不是你在过日子吗？你家里人为什么不接受他呢？我父母本身都不是特别看好他，他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好，工作不稳定，担心他不能给我幸福。姑娘，你自己怎么想呢？关于他的收入不稳定啊？刚开始跟他在一块儿，我是接受的，我是站在他这一方，就是跟我妈做思想工作的。啊，就是你不在乎他的收入，对，你现在最在意的是说，他是一个人体彩绘师，是吧？还有他隐瞒我的事实，说谎了。对。那我就想问你，你们俩如果在一起继续往前走的话，有前提有可能吗？没可能了，我没法再接受他了。如果说我放弃我这份职业呢，而只是做墙绘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
我接受不了你曾经在别的女人身上面涂涂画画的那只是为了工作，为了我的创造。可是他设身处地想一下，如果说我去给别人做人体彩绘模特儿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你能接受吗？这也看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尺度了。别说你了，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我自己。他是在绘画啊。是，其实要如果说我站在旁人的角度，我也会理解，但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接受不了呀。你是我最亲近的人呀。我敢发誓，我做的工作只是为了创造，而不是他所想那些。如果说是他所想那些话，我在这一行不可能一直混下去啊！我今天也不可能敢站在这儿。你爱他吗？曾经爱。好吧，我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想听听老师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个女孩，你是有精神洁癖吗？是的。你能接受自己男朋友曾经有过女朋友吗？这可以。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跟别人亲密啊。那些都过去了，我不在乎。但是他现在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还对别的女人那样。姑娘，如果你真放不下，如果你真的就像我的那个粗浅判断，认为自己就是精神洁癖的话，那这关你们就迈不过去。好，你回头看着那儿，啊，现在我让你做一些评价性的东西，麻烦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评价。这算什么？我觉得就是以一种另类的艺术吸引更多的游客而已。这都是他的一些作品。小赵，我现在问你，如果他愿意为了你不做人体彩绘师了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几率不大。因为他已经画过很多女模特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那我想问一下小牛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人体彩绘这一块？其实你会画画，你完全可以去做别的。因为我当时在美术院校上学的时候，我就接触到这个人体艺术了，一直非常喜欢。它吸引你的是它的另类，还是它以后发展的前景，还是它带给你的一些利益？它以后就是的一种发展前景。就觉得你做这个有前途，对吗？是的，因为我非常喜欢人体彩绘，它是就是用一种植物的颜料在模特身上展现着就是一种柔性的美，一种视觉冲击力。那如果现在你的女朋友不希望你做这个职业，你愿意为了她放弃吗？这个我愿意，可以考虑就是说不做这一块工作，我以后还画我的墙绘都可以。那我想问你，就是一开始你骗她，你的目的在于？我觉得是一种善意的谎言。如果说刚开始你就告诉给他的话，可能就是你俩连交往机会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你的问题。既然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很正常，你其实就不会一开始隐瞒他。其实你也有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你才会隐瞒他。所以我赞同你的职业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这份职业没有什么不正常的，对吗？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所谓的善意的谎言，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去骗他，不是为了他的利益去骗他，所以不完全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所以我特奇怪啊，就是隐瞒这件事情确实错了。我的好奇来自于你兄弟，这事儿你自己也觉得丢人吗？我觉得有点愧疚他。我想问问这个姑娘，你真的曾经爱过他吗？他对我挺好的，我被他感动过，然后时间长了会有那种感情的。就是只是感动，我理解可能还不是很爱他。如果要爱一个人，他叫爱屋及乌，我都能容纳他的缺点，他的缺点在我眼里都是优点。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你不是很爱他，这只是一个借口罢了。所以小伙子，刚才我们嘉宾也提出来说，你可以放弃你这份工作吗？你说你可以放弃，你还要这份爱情。我倒觉得那个彩绘啊，那份工作那是艺术，既然你喜欢，你有追求，我想你不应该放弃。但是这种不坚实的感情，我倒觉得长痛不如短痛。另外我提醒你小伙子，如果说这段感情放弃了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情，
一定要如实的跟人家去介绍自己的工作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光彩。谢谢。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。谎言当然是错误，但是对于那些打着艺术的幌子去行色狼之实的人，他不做艺术，他也是色狼。对于那些专注于艺术，每天在别人身上作画接触异性的人，却可以乱花丛中过，片片不沾身。你知道自古以来多少真爱被那些迂腐所迫害，而真正获利的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。是从眼睛上、视觉上来看，你是不能够忍受在别人身上作画，那是因为你根本不能够理解这种艺术，所以你认为他贴他那么近，他不是在做艺术，他是在乱搞。其实真正的是我们的思想太脏了，所以说做点真正的事儿吧，那就是捍卫自己的真爱，就这样。放下。你看今天大家一股脑子都偏向他，为什么？一个男人为了你会放弃他心爱的一个职业，说明他有够爱你。你自己要想清楚，那些东西很虚无的，都是给别人看的，要相信他呀。所以姑娘，请考虑一下，一个如此爱你的小伙，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何必介意这些呢？好了，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你能原谅我吗？能理解我吗？还可以接受我吗？能理解，但是我接受不了。曾经的那份记忆，你就想这样忘却？我知道你以前对我很好，我们以后把它当作美好的回忆。我真的很感谢你之前对我的那些。你能不能好好想想？你能不能站在我的立场考虑一下？你本身就是带着欺骗的行为去跟我在一块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来吧，亮灯吧。说了半天还这么固执呢，小伙子，想想施老师跟你说的话啊，回去吧。我一边听他们的故事，我就在想，这个舞台上的很多东西是何其之相似啊！比如说那位俄国的先生啊，你那会儿不就反对人家去做模特吗？做演员吗？怕的就是这个是吧？对，我反对过啊。现在不反对了对吧？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爱这个人，我爱这个女孩，我不想跟她分手，所以我就让她做这个事啊，因为接受爱这个，爱还够哈。对，这是她的爱好。好羡慕哈。你们俩是他们俩的另外一个侧面。你当时选择的是放弃职业，对吧？跟这小伙子一样，也是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到天津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就特想知道，我现在问你啊，你看他们这个事儿，我就特想知道，如果他当时没有放弃的话，你真的跟他分开？可能当时会分开，但回去自己还是得哭一阵子。就肯定分啊？一点都不愿意为对方放一些东西啊？愿意是愿意，但是，所以你还得学习，常看这个节目啊。来，各位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对于这样的爱情，你们看好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好，现场68.18%的观众朋友选择了反对这样的一个爱。我们在现场做一个小调查啊。我投的是反对票，因为我觉得，那个女的不够爱那个男的。我比较支持女孩的观点。啊。因为同样作为一个女孩的话，如果换成是我的话，她的这份艺术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接受不了。啊，有男朋友吗？有，旁边这位就是我男朋友。你投的什么票？我投的是赞同的，就是我感觉那个男的还是很爱那个女的。在你的理念里是不接受这件事儿的是吧，姑娘？为什么呢？把话筒给女朋友。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结婚以后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。我爸妈也不会接受的。我祝你们幸福，一路走到底啊！谢谢。这边的观众有赞成的吗？跟那个女孩一样，你会找这种职业的男性
做男朋友吗？我跟刚才那个女孩的观点是一样的，啊我就是想，我可以那个理解，但我接受不了。好，我马上在现场启动一个调查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这个职业，你们愿意跟他继续交往吗？请选择。55%的观众觉得可以交往，但是还有45%的人说不能交往。这实际是一个择偶观的调查。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对年轻的恋人最后的结果。说了这么多话，就是希望女孩能有所改变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。一起数5个数，然后我们来看结果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特别喜欢这个结局。